MACD 这个指标可以说家喻户晓、人见人爱，但是想要把它完全掌握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它的背离战法，90%以上的股民都用错了。今天的视频我就把背离战法的全部精髓分享给你，内容都是干货，建议点赞收藏，多看几遍。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。今天的视频主要内容，我们来详细的聊一聊 MACD 背离的3种情况，以及在实战中如何判定 MACD 顶底背离的细节。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实战中 MACD 顶底背离的3种类型。先看顶底背离的3种类型。一般来说，在相对高位，如果你发现价格不断的继续创新高，以上升为主，但是对应时间内 MACD 以下降为主，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顶背离。第二种，相对高位，价格还在上升，但是 MACD 的数值以走平为主。第三种是相对高位，价格以走平为主，但是 MACD 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了。看完顶背离，我们再看一下底背离的3种情况。在相对低位，当你看到价格持续下跌，但是与此同时 MACD 却开始明显上升，这是非常强势的底背离。第二种情况是在相对低位，价格可能还在继续向下，但是 MACD 却开始已经走平了。第三种情况是相对低位，价格已经开始走平，但是 MACD 却开始明显的向上。以上的6种情况，我们接下来会用美股的一些具体案例来展示，帮助大家详细的理解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，顶背离当中价升 MACD 降的案例。图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的顶背离，那么该图表前面的 K 线图不断的向上创出新高，对应的 MACD 呢也跟随 K 线走势不断的向上，但是从后面这一段时间明显能看到，在相对高位 K 线图又创出了明显的新高，但对应的 MACD 双线虽然没有明显竖直向下，但是绿色的柱体是有明显的变短，这就是一个强势的顶背离。果然后面的 K 线走势就开启了明显的下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，价格上升 MACD 走平。在实战中，我们如何判断一些顶背离需要注意的细节，那就是不只是看 MACD 双线和死叉，也可以在不明显的时候去关注柱子的峰值。例如图中经过一段上涨之后，在相对高位，价格的几个高点明显是向上的，但这时如果你仔细观察下面的 MACD 双线以及死叉，它的方向也是向上的。那么这里到底是可以认为是顶背离吗？注意，当你通过双线跟价格对比时，不明显，可以去看柱子的峰值。于是我们发现这2个高点对应的绿柱的峰值其实是走平，甚至是低了一点，所以它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顶背离，那就是价格上升 MACD 走平。只不过走平的是双线和柱子的峰值，所以可以看到后面这一段也出现了明确的下跌。我们再来看第3种顶背离，那就是价格在相对高位走平， MACD 明显下降，经过一段快速的暴涨来到了相对高位，股价呢基本上在这里形成了双顶的走势，也就是2个高点几乎一样高，下面的 MACD 不管是从快慢线的数值以及死叉，还是从绿柱的峰值来看，都是明显向下的，所以确定这就是顶背离。果然后面开始出现了持续1个月左右的下跌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底背离的3种常见情况。图中的个股在下跌时形成一个明显的强势的底背离，也就是第1种情况，价格的低点不断的向下形成价跌的走势，但是 MACD 呢却走出了向上的走势，这就是比较明显的底背离。随后的行情中反弹也是比较明显的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个例子，这是关于底背离当中价格下跌 MACD 走平的例子。图中这里很明显，因为市场经过了2到3个月的下跌，在后半段 K 线的走势依然是低点向下的，创了新低，这时 MACD 快慢线低点明显是走平的，所以根据刚才所讲，这是价跌 MACD 走平。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如果通过红柱的峰值，其实红柱的峰值是有一点向下的，那到底认为是哪一种呢？
如果你能通过 MACD 的线的数值已经能够看到背离，就不需要去看柱子峰值了。所以一般是以双线为第一个选择，才去看柱子峰值。果然在后面出现了这个底背离之后，市场又开始出现了将近2个月的反弹。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个底背离的情况，那就是价格走平，但 MACD 明显上升，出现了这样的底背离，股价经过下跌，在相对低位走出了2个低点走平的走势。下面的 MACD 其实不管是快慢线的数值，还是红柱的峰值，都是明显抬高的，所以这里毋庸置疑，就是一个明确的底背离。随后出现了震荡向上的走势，而在去年的8、9、10月份，这里的随后出现了震荡向上的走势，尤其是经过大幅下跌之后，而我们仔细观察下面的 MACD， 它的快慢线的数值以及红柱的峰值都是明显向上抬高的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顶底背离的3种类型，相信你一定有很多收获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关注、转发加点赞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